提到清朝，八旗制度是绕不开的核心，它是清朝的立国之本，更是维持满清近300年统治的基石。很多人提到八旗，总以为是一个整体，实际上八旗又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八旗，这三者之间可以说有天壤之隔。今天我们就从起源、构成、地位、职责、待遇几大维度看一下它们的差别。先说核心结论，同属八旗等级森严，从上至下依次是满洲八旗、蒙古八旗以及汉八旗，三者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亲疏有别。故事要从一个叫额真的头衔说起。在满语中，额真意为首领，满人的前身是女真人，他们有个世代传承的习俗，每次出猎开围必以家族或村寨为单位，每单位出荐一支，大约每10人组成一组，组长叫牛录额真。满语中牛录意为大荐，牛录额真指持剑之人，也就是众人首领。后来女真各部统一，这些临时性的狩猎组织被固定下来，逐步演变为军政合一的基层单位牛录。万历29年1601年，努尔哈赤做了一件关键的事，将牛录规范化。他规定每个牛录300人由牛录额真统管，也就是从此时起，牛录正式成为一个官衔。5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也就是参领；5个甲喇组成一个固山，也就是旗，分别以甲喇额真和固山额真为首领。旗是最高一级建制，满员约7500人。这一年，努尔哈赤设置了黄、红、蓝、白4个纯色旗，也就是一共约3万人的兵力。10多年后，随着建州各部落的统一，归附的人口越来越多，4旗逐渐不够用。到了万历43年1615年，努尔哈赤在原4旗基础上增编镶黄、镶白、镶红、镶蓝4旗，正式确立了八旗之制。旗帜设计为黄白蓝3色镶红边，红旗镶白边，将满族全体军民分别编入八旗。八旗制度的核心制度是以旗统军，以旗统民。每个旗既是军事单位，也是民政单位。平日耕种，战时出征，兵民合一。每个满洲男丁生下来就属于某一旗，终身不能脱离。这套制度把所有人都编了进去，组织效率极高，是后金崛起的根本保障。此时的八旗以女真及满洲人为绝对主体，而后又将归附的蒙古人、朝鲜人和汉人编入其中。这2类人是通过在八旗的某一旗内设立蒙古左领和汉军左领为实现管理，每旗的旗主或都统仍然仅有1人，因此人员的扩编对八旗制度并无影响。准确来说，此时的八旗制度作为清军入关前满族共处的一种组织形式，只是自然形成的建立在家族基础上的联合体，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国体。1622年，也就是天命7年，身为八旗首领的努尔哈赤对八旗旗主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自己身后这个八旗共主的位置要在8个固山王，也就是旗主中由大家推选产生，有能力者居之。由此可见，八旗制的初始采取了推选制，并非君主制，是八旗共治，不是一人独裁。这也是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应4试图推翻雍正时提出的八王议政传统由来。这种情况随着1626年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继承汗位，他针对这种权力分散的情况进行一系列改革。爱新觉罗家族曾为毋庸置疑的权力核心，已经没人再敢提及努尔哈赤那番话了。天聪9年，正蓝旗主莽古尔泰意图谋反，失败遭诛，皇太极夺了他的旗主之位，将莽古尔泰的正蓝旗与自己亲领的正黄旗混编重组，成为新的正黄旗和镶黄旗。皇太极将自己的旗籍落到镶黄旗下，此后镶黄旗成为后金汗王清朝皇帝的直辖之旗。历任清朝皇帝、后宫嫔妃、未分府子女所属旗都在镶黄旗内，也就是说，旗内除皇室成员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宗室子弟。所以在看到有人吹嘘祖上是正黄旗，
就可以先鄙视一下他的无知，因为镶黄旗才是满洲八旗之首，皇帝的旗籍全部是镶黄旗。蒙古八旗是清朝拉拢蒙古部落的关键产物。满蒙的联姻和联盟从努尔哈赤时期就已开始，皇太极后宫崇德五宫后妃净清一色全是蒙古族，其中地位最尊贵的皇后与妃子都来自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他们本是元朝的皇族博尔之金氏。家喻户晓的孝庄太后全名就叫博尔济吉特布木布泰。天聪9年，也就是1635年，后金击败察哈尔部后，皇太极将归附的蒙古降众以及原编入满洲八旗的蒙古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整编，组建了若干蒙古牛录，分属蒙古八旗。蒙古八旗以漠南蒙古各部为主，包括科尔沁、察哈尔、土默特等归附部落，是清朝巩固北疆、对抗明朝的重要力量。汉八旗的产生实际是清朝拉拢汉族势力而形成的产物。后金占据辽沈地区后所获的汉人军民，在努尔哈赤后期被以奴仆的形式分拨给朱贝勒、大臣等。皇太极即位后，以编组汉人牛录、科举取士等手段提高了汉人的待遇。皇太极此为当然不是对汉人的同情，而是出于政权稳定的考虑，因为早期后金缺乏火炮和水军，汉人投降的官兵恰好能填补这一空白。天聪5年，也就是1631年，皇太极出编汉军旗，崇德7年1642年正式完成汉军八旗编制。汉八旗的旗帜也由刚开始的青色改为与满洲八旗完全相同的8种颜色，核心构成则以明朝降官、降兵、辽东汉人为主，包括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三顺王部众及辽东本地依附后金的汉人世家。很多人误以为满洲八旗全是满人，蒙古八旗全是蒙古人，汉八旗全是汉人，这其实是不对的。八旗的核心是旗籍，而非单纯的民族。三类旗中都有跨民族成员，但主体民族占比天差地别。首先说满洲八旗，其中满洲人占 90%， 作为清朝的基本盘，主体是由建州、海西、野人女真构成，属于绝对核心。在地位上，由于是最纯正的旗人，所以也是清朝首重满洲国策的核心受益者。再说蒙古八旗，其中蒙古人占比约 80%， 有少量满人、汉人，主体由漠南蒙古各部科尔沁、察哈尔等满蒙联姻的核心群体构成。在地位上是仅次于满洲八旗的核心盟友满蒙世代联姻，地位稳固。三者中最差的就是汉八旗，其中汉人占比约 95%， 掺杂着少量满人、蒙古人。主体是明朝降兵降将、辽东汉人、三藩旧部，是人数最多、占比最高的汉族旗人群体。在地位上则属于旗人中的底层，虽属旗籍，享有特权，但在满蒙面前始终是次等旗人。清朝国策是首重满洲，蒙古次之，汉人最末，这一原则在三类八旗的政治特权、官职晋升、法律待遇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满洲八旗作为天皇贵胄，自然是特权拉满。首先入仕优先，中央高官、地方督府、驻防将军优先从满洲八旗中选拔，如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满洲旗人占比超 70%。 其次，法律豁免权益，旗人犯罪可减等、缓刑、免死，汉人犯罪则从重。这种旗民分治的政策也导致了社会上大量不满的积聚。再者，经济上享受优待，可以世袭土地、高额俸禄、免赋税徭役。满清入关后，圈占大量汉人土地，分配给满洲旗人。大清会典记载，国家以神武开基，首重满洲，八旗满洲为根本所系，凡官职、俸禄、刑律皆优于他旗。再说蒙古八旗，作为满洲的铁杆盟友，待遇之优厚，也紧随满洲八旗之后。入仕方面，蒙古八旗可任高官，但很难进入核心中枢，比如军机大臣，
内阁大学士极少，常见职位多是驻防将军、都统、副都统。其次是满蒙联姻，皇室与蒙古八旗世代通婚，皇后贵妃多出自蒙古科尔沁等部。在经济上当然也有优待，比如世袭牧场、优厚俸禄、免赋税，但土地分配少于满洲八旗。那么汉八旗呢，作为旗籍汉人，在特权上相对于满蒙旗人就比较有限了。首先是入仕受限，汉八旗高官远少于满蒙，最高官至总督、巡抚，极少有人能够入中书。比如三朝重臣张廷玉，且晋升需加倍努力。当然，清朝后期也有汉人做到能够左右朝廷局势的大官，比如曾国藩和李鸿章，但这与晚清的现实密切相关，不能归于清廷打破了民族界限。总体而言，汉人在清廷的从政之路相对要坎坷得多。再者是法律半特权，享有部分旗人特权，但低于满蒙，犯罪减等幅度小，且早期不能与满蒙旗人通婚，直到后期才逐渐放开相关政策。在经济优待方面，有俸禄、免徭役，但无世袭其地，土地需自行购置，且俸禄也明显低于满蒙八旗。说到八旗的分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满八旗是自家人，蒙八旗是亲家，汉八旗则是雇佣来的打手。三类八旗虽同属清军，但军事职责、兵种特长、驻防区域完全不同。简单来说，满八旗守核心，蒙八旗善骑兵，汉八旗主火器和水军。其中满洲八旗是当仁不让的核心主力，镇守京畿与要地。兵种特长方面，讲究骑射全能，战斗力最强，是清朝铁骑的核心。擅长野战、冲锋，核心职责是以下3点：一、镇守京畿的禁卫军主力，如亲军营、前锋营、骁骑营，保卫皇帝与皇宫；二、负责驻防要地，全国重要城市、边关要塞如北京、盛京、江宁、西安，驻防军以满洲八旗为主；三、重大战役的征战主力及先锋，如平定三藩、准噶尔。大小合着，满洲八旗均为核心力量。蒙古八旗的特点是骑兵精锐，巩固北疆的蒙古骑兵天下无敌，擅长长途奔袭。草原野战是清朝骑兵的核心，他们的核心职责是：一、镇守北方的草原及东北边关，如呼伦贝尔、察哈尔、绥远，防范蒙古部落叛乱、沙俄入侵；二、配合满洲八旗征战，担任骑兵先锋，侧翼包抄，如平定准噶尔，蒙古八旗战功卓著；三、满蒙联防，维系蒙古部落稳定，作为清朝与外藩蒙古的纽带。汉八旗作为军力补充，主要用来弥补清军的短板。汉人的兵种特长是精通火器，擅长水军，熟悉城池攻防，是清朝唯一的火器专业部队。核心职责是：一、火器部队，汉人是八旗的火器营、神机营主力，负责火炮攻坚、守城，如攻打南明城池、平定三藩，汉八旗火炮均发挥了关键作用。二、水军主力，清朝水师核心，如福建水师、广东水师，以汉人为主，负责沿海防御、清剿海盗，如施琅收复台湾，主力即为汉八旗与绿营。三、内地驻防南方次要城市，内地要地如福州、广州、荆州，驻防军以汉八旗为主。政治地位的差异直接体现在俸禄、钱粮、土地、福利上。满洲八旗最丰厚，蒙古八旗次之，汉八旗最微薄。首先，满洲八旗自然是俸禄最高，福利最好，相当于进了今天的电力和烟草等垄断部门上班。普通兵丁的月俸银3两，粮4斛，每年合计银36两，粮48斛，另有其地30亩，免赋税徭役，军官级别自然待遇更好。左领也就是牛录额真，年俸银105两，粮210斛，参领更高，另有世袭土地、养廉营及各种赏赐。福利方面有红白事补贴、养育兵钱粮，也就是贫困救助，子弟免费教育，全程由朝廷供养。蒙古八旗的俸禄和福利虽然略差，
也相当于进入了今天的互联网大厂。普通兵丁的月俸银2两，粮3斛，每年合计银24两，粮36斛，其地20亩，免赋税徭役。军官方面，左领年俸银80两，粮160斛，低于满洲八旗同级别军官。福利方面也同样享有红白石补贴、养育兵钱粮，但标准低于满洲八旗。教育资源较少，相比之下，汉八旗的俸禄最低，福利则基本没有，可以说是断崖式下跌。普通兵丁每年合计俸银12两，粮24斛，无世袭其地，仅免除徭役，需自行购置土地。这个待遇单身者勉强能维持温饱，根本不够养活一家人。军官待遇也很差，左领年俸银60两，粮120斛，远低于满蒙八旗同级别军官。虽然养家不成问题，但仅靠工资也完全没能力实现社交需求和应对突发情况。福利就不用提了，根本没有额外补贴。贫困兵丁生计艰难，后期大量破产，沦为平民。清军入关前，八旗中的正黄、镶黄2旗由藩王，也就是皇帝直接统领，其他6旗分别由藩王的子侄统领。完全属于皇帝的只有镶黄旗。顺治帝亲政后，亲自控制正黄、镶黄、正白3旗，也就是上3旗，由诸王和贝勒掌握另外下5旗。此后至清朝灭亡也没再改变。理论上，满洲八旗没有高低之分，也没有排名先后和实力强弱之分，不存在上优于下的说法。普通旗人在待遇上也没有任何差别，但这只是存在于理论上，职责上有所区别，就决定了注定的不公平。皇帝只管的上3旗算是亲军，守卫皇城，视为宫廷。因为离皇帝近，所以被提拔的机会也相对多一些。下5旗负责守卫京城之外，另有大批派往各地驻防护卫。当然这是由于机制而决定的。当时比较明显的区别就是对各自包衣有影响。所谓包衣，原似满语音译，有家仆之意。很多包衣因受宠而显贵，比如大名鼎鼎的年羹尧，还有《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家族，都是包衣出身。因为上3旗包衣吃皇粮，下5旗包衣领王府俸禄，所以在待遇上必定有很大的差别。很多人认为八旗子弟的落魄是因为入关后满洲八旗逐渐腐化，旗社荒废，蒙古八旗战斗力下降，汉八旗被边缘化，生计艰难，才最终导致八旗制度崩溃，清朝也随之走向灭亡。实际上，如果您看过我之前这期节目，就会发现清朝早期八旗制度形成之时的政策与西魏时期的士兵制十分相像。也就是说，这套系统设计初期就存在着天然的致命性。八旗就相当于公务员和士兵，朝廷禁止八旗从商，只能驻守国土，为公所用的同时享用俸禄。自民国开始，这套系统马上断供，玩不转了，等于突然断了生路，自然无法保持以往的生活方式。八旗制度曾是清朝的制胜法宝，满蒙汉3方分工明确，才得以入关统一全国。但满清的统治者没有与时俱进，入关100年后只关注加强中央集权，而忽略了其中极大的不合理性，使得这套落后制度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最终难以为继。八旗的崩溃本质上是征服型军事共同体的士兵制，在长期和平、世袭福利、人口膨胀、技术革命和中央财政包养之下，慢慢失去战斗力，最终被近代募兵制彻底取代。如果眼光放远一些，把八旗制度和罗马禁卫军制度，甚至奥斯曼帝国耶尼切里军团放在一起看，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规律，那就是所有靠特权世袭维持的精锐军团，最后几乎都走向了同一个结局。